世间万事万物都在不断更新迭代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我们国家之所在被称作是储蓄大国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百姓对于未来应对各种变化的一种安排。没钱会让你寸步难行，所以大家才热衷存钱。说到存钱，银行就成为老百姓最放心的地方。银行储蓄跟其他投资相比，实际上也是真的安全性最高。随着社会不断发展，银行也越来越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难想象，各家银行之间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，乱象也不断发生，部分小银行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。中国老百姓信任大银行，这是刻进骨子里的观念，因此部分小银行不得不做出改变。之前就有辽宁12家小银行合并，现在根据相关消息报道，山西的5家小银行也将合并。这5家小银行分别是大同银行、长治银行、晋城银行、晋中银行、阳泉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设立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。根据相关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中小银行数量较多，大约有4000多家法人机构，因此大约在77万亿元左右。而这些中小银行本就在管理能力和经营实力方面都有局限性。通过小银行不断合并的情况来看，这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。分布太多的小银行，在银行数量、规模上看起来增多了，实际上对于监管部门来说，力量太过分散，监管方面就加大了难度，因此乱象会增多，储户利益方面来说就会缺乏一定的保障。从另一个层面来说，也是为了更加规范化，其实是好事。那么这些银行合并后，储户存款会不会消失了？当然不会，只是合并，又不是倒闭，就即便倒闭了，储户存款也有存款保险制度兜底。在合并重组的过程中，储户之前办理的相关业务肯定是维持不变的，比如定期存款，如果到期后就可以直接去合并完成营业的银行兑付。当然了，新的银行成立后，规则和存款利率以及各方面肯定也会有变化，但是也仅针对新储户，不知道对此大家怎么看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